降维打击。他觉得这个分数比自己低的跟他相处会有一种他妈大王的感觉，就会有那种上位感，你们知道吧？他会觉得很容易，可以直接外卖到家，可以直接零成本撩妹，可以不用怎么约会，他就沉迷于普女的温柔的这个漩涡当中了，每天跟普女打交道，打交道1年，打交道2年，打交道3年。那么他的颜值呢，在不断的走下坡路。20出头的时候，我觉得他绝对是个校草，非常的帅气。如果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坚定撩正妹的决心的话，我操，他真的是可以撩很多让我羡慕的美女的。但是可惜呢，他只想撩简单的，他只想轻轻松松的把妹，只想1毛钱不花，1分钟不花，就两句话把女生叫到家里来，这种3句话吧，说在哪呢？我家在这儿，来吧，来不来？不来要你有什么用，对不对？他只喜欢几句话。所以说呢，等到几年之后，年衰色迟，脸垮了，然后这个年纪大了，有眼尾纹了，有法令纹了，就跟老吴一样有皱纹了光这个青春不在，对吧？青春不在，已经错过了最好的青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财富也没有增值，他也没有说在一个公司里面担任一个要职，说升职加薪，他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成长，脸反而还下降了。所以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现在是他连普女都难撩了，他撩个普女都很难了，兄弟们。当年是一个连正妹都会对他抛媚眼的帅哥，跟他走在一起，说实话老吴还是有点自卑的，因为他1.8米几，头小脸小，特别帅气，就是走到路上很多人会跟他搭讪的，真的很帅但是现在呢，现在说实话无人问津。现在撩妹可能还他以前最鄙视的就是聊天，他觉得他妈的牛逼之人为什么要聊天呢？我高价值男人，我长得帅啊，我聊什么天呢？对不对？我降维打击，我还聊天，你们这些学聊天的人都二逼。你看我3句话就可以把女人叫到我家里来，我还需要聊天吗？是的，当时是不需要。那现在呢？现在动不动就问我这一句话怎么回，要我把最新的案例聊天发给他，把聊天案例最新的发给他就是说，你最近有那个实战干货吗？能不能发我一下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看到了30岁了，开始学撩妹了，你说这人奇不奇怪奇不奇怪？29不老，兄弟，是不老，也不年轻嘛，哥们儿也不年轻。就是很多哥们儿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珍惜自己的青春与时光，在普女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哪怕你年轻的时候你不撩妹，你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学业当中，投入到事业当中，你都不会混得这么惨。可惜呢，你年轻的时候喜欢撩妹，但是你喜欢女人喜欢撩妹，你志不存高远，你没有树立一个伟大宏远的目标，你喜欢把低分，喜欢跟普女为伍。所以说你过了几年之后呢，当你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身体机能都在下降，你当年自以为是的展示面现在也没有用了，你当年引以为傲的形象也变得就是当时小奶狗的形象，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老狗逼，你就知道两性市场对于你来讲有多么恶劣了。而你又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别人都在学习都在赚钱，你又没有做这些事情，对吧？你又没有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现在就没有各种你就没有筹码了，你没有任何筹码，对吧？但是像老吴就不一样，我也喜欢撩妹，我年轻的时候也他妈的不喜欢学习，也不喜欢赚钱，也不喜欢搞事业，我喜欢把妹，但是我一直都在跟正妹为伍。就是我说的为伍，不是说非得跟他见面什么的跟他相处跟他谈恋爱，就是我的聊天我只聊正妹，我只聊正妹，普女我最多去测试一下训练一下，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他产生深入连接的就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坚定不移的撩正妹，所以我现在才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我对女人的了解才这么独到如果说我是天天在普女身上打转，那我现在你知道混的有多惨吗？兄弟们，
我是没有资格给你们直播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樊公子也会跟我断交，因为樊公子也是个正妹的爱好者嘛，就我跟公子就形同陌路了。所以说我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我用我的这个例子就告诉你们，就千万不要跟普女打交道，因为你跟普女打交道，你没有办法产生正向的积累。我认为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应该花在能让你整个人持续提升的方面，比如说要么花在财富增值上面，因为钱这东西是实打实的，对吧？你今年存1块钱，存10块钱，你过了1年、2年、10年，那也是比今年好的，也是比今年钱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要把时间精力花在正妹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正妹是就像那个黄金一样，我甚至觉得正妹跟钻石一样，它是一个稀有物品。你跟正妹的打交道的经验，你跟正妹相处的这些干货，它是以后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就你每撩一个正妹，你不仅爽了，你还会年老色衰的时候回味，就它会成为你珍贵的青春回忆。就像有些人他喜欢挑战极限运动，他会喜欢去滑雪，喜欢蹦极，对吧？喜欢冲浪，喜欢做那种跳伞。为什么他喜欢这些项目呢？因为他想要在他年轻的时候还能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赶紧体验一下。老的时候心脏病犯了，没有机会体验了，而且老的时候翻看这种年轻的时候体验这些极限运动的照片，他会觉得我操，我这个人生没有白来，我挺值的，我都体验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对吧？正妹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就算你撩她可能很困难，你撩她的难度是撩普女的10倍、100倍，但是你撩到了之后，你的这个宝贵的记忆，它会贯穿你人生始终。在你这个弥留之际，你快要挂了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的人生就会像跑马灯一样转，你们知道吧？在你快挂掉的时候，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弥留之际，你人生的所有的精彩的瞬间会像跑马灯一样在你面前跑一遍。如果你没有这样精彩的瞬间，那你就会发现你闭上眼睛一团漆黑，你会觉得我操，这一辈子白来了，赶紧下次投胎投个好胎吧。但是我闭上眼睛就不一样了，都是精彩的瞬间，都是各种类型的女人，还有各种地方的奇闻异事，对不对？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那些怦然心动的瞬间有多少，是不是？这个也是正妹的一个很大的意义。而且我现在说实话，我做这个工作不也是跟正妹有关吗？如果我天天跟傅首尔这些颜值的普女打交道，我怎么给你们教学呢？我不会有一个人去报名学习的。好的，那么提到报名学习呢，如果想跟我学习干货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全称是秦葵老吴，记住了，秦葵老吴这个神秘的代码，好吧？就是我是没有资格在这讲东西的，我觉得没有撩正妹的人有什么资格讲呢？谁不能撩点普女啊？普女不就花时间就行了吗？普女不就筛选就行了吗？普女不就天天在路上搭讪不就好了吗？我说句难听点的，你每天花2个小时在路上疯狂要微信，你都能撩到普女，有什么意义呢？拈手就来的简单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你的钱不会增加，你身体不会变得更健康，你的家人不会变得更欣慰，你家人不会觉得我操，我儿子牛逼了，把了一个普女，而觉得非常欣慰。你身边的朋友也不会引以为傲，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哥们儿，非常的牛逼，他女朋友很正，而且是个大网红。他不会这么介绍你，他只会介绍那哥们儿他妈不务正业，喜欢泡妞，泡的还都是他妈的丑逼。我去大保健都能他妈的找到那样的女人，知道吧？你朋友就这么介绍你，或者说他都懒得介绍你，因为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而且我跟公子所有那些把普女的男人都不来往了。我跟公子你们有没有看过公子一个最低社交标准啊？那个也是我提的我们俩共同提的，就是我们俩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男人他做的事情永远是原地踏步的，
我们就会跟他断交，哪怕认识10年8年也不会再来往了。我们就是这么冷血。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变得更好，我们不想被这种累赘拖慢我们进步的速度。就是你天天做的时间，你天天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花在了这种无聊之事上面，跟普女打交道，普女能让你变得更好吗？你从普女身上能学到东西吗？是不是？你跟正妹在一起，你都能学到赚钱的东西。我跟你们讲，因为正妹接触的男人都比较优秀，正妹的前男友往往价值都比较高。有时候你跟正妹当一个好朋友，哪怕你不去撩她，有可能你都能从她嘴里套出一些商机，是吧？都能套出一些干货，一些商业的干货。而普女只会问你，宝宝，炸鸡这个用蜂蜜芥末味好吃，还是这个韩式酸辣这个好吃呢？啊，宝宝，今天是疯狂星期四，转我52块钱啊。他只会跟你说这个啊，他只会每天刷抖音给你分享那种他妈的心灵鸡汤，说你看人家的男朋友多好啊，520送给女朋友这么名贵的礼物，你怎么不送呢？是吧？他会给你分享这样的，他每天都在他妈的，就是他在你身边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他妈的躺着看剧，就是刷抖音，就是吃，要么就是这个跟他的那个屌丝闺蜜在那扯淡，天天在那跟屌丝闺蜜研究男朋友对她好不好啊。你的普女女朋友就是每天做这种无聊之事啊，她的工作可能也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贡献。你跟她在一起时间久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也会被受到影响。本来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就是因为你的女朋友非常的懒散啊，就是这种内在也一般，外在也不行，就是你学不到任何东西，你也会被他带坏，你久而久之，你也是负能量爆棚啊，你也是负能量爆棚啊。我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说的普女就是他妈的内在也普，外在也普的。如果说这个女生是名校毕业，家境优渥，那就不是普女，兄弟们，那就不是普女。我说的普女就是真的字面意思叫普通的女人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你说她的那个内在是没有用的内在，比如说她很会打游戏，那这种技能就不算什么啊，就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种啊。就是你跟普女在一起，你还是那句话，你没有成长。我们人每天就是为了成长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的。你要么多跟他在一起，你能够学到东西；你要么跟他这个在一起，你每天很开心，你看到他的颜值，听到他聊的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我操，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哦，长见识了啊，长见识了。就为什么我聊天很厉害呢？其实就是因为当年我跟很多优质的女生聊天，我发现这些优质的女生讲的东西就跟普女不一样，长了我很大的见闻。她可能会给我聊那种在美国自驾的故事啊，沿途经什么东非大裂谷这种啊，不是东非大裂谷，就美国那个大裂谷，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啊。有些可能会跟我讲他去 gap year 的故事啊，会跟我讲他去斯里兰卡喂海龟的故事，就是我一听，哎，很有意思，对吧？至少你跟他聊天是开心的。普女聊天永远他妈是分享动态，你不觉得很腻吗？就他妈健身照片都他妈的快那个那叫什么，包浆了，每天都给他妈普女发，是吧？你的那个什么分享动态的照片都快包浆了，每天都要给普女分享一遍，给啪吃个饭给他发一下，对吧？健个身给他发一下，天天要汇报，跟打卡上班一样。你跟他在一起，你每天都聊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为了一点性价值，而且这个性价值我甚至觉得可有可无，因为它也不是很美妙。而正妹就不一样了。我为什么执着的
追求正妹呢？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说赚钱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精确的判断，说我一定投资哪个项目就一定是稳赚不赔的啊，这个不可能。然后健康，那健康这东西年纪还小，20多岁也面临不到养生的问题，是吧？那家庭和谐，每天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也可以做到，但是只有你的情感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营的。而往往普女呢，以后未来我会给大家讲一期，就中国的婚恋环境为什么这么恶劣，为什么这么严峻，就是因为现在的普女她处于一个临界的阶段，她会跟你，就是以前的情侣是合作，以前的夫妻是共同经营，现在的普女如果你跟她在一起是互相埋汰，懂吗？你们知道吗？是互相埋汰，是勾心斗角，它不是一个正向和谐的关系。你跟他在一起，就你本来可能工作就很累了，你生活已经很有压力了，你每天还要应付这些琐事儿，每天还要去哄着他，提供情绪价值，他动不动可能还发脾气，因为普女最喜欢发脾气了，发脾气是普女的最喜欢用的招数。普女有3大招，叫1哭2闹3上吊，我们常言说的，哭哭啼啼的跟你说什么，哎呀，人家隔壁那个谁谁谁，就跟有没有像那个小时候爸妈跟你讲，你看看人隔壁，对吧？老吴学习多牛逼，每次都考第1名，你再看看你，每次给我考倒数第1名，是不是很像这个？对吧？他也会这样，普女也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因为普女她成为了人妻，成为了为人父母之后，她也是会这么唠叨自己的儿子的，唠叨自己的孩子的。她在年轻的时候是这么唠叨男朋友的，她在她年纪大的时候是这么唠叨她的孩子的。她也会说，你看别人家的男朋友啊，再看看你，工作不行，长得怎么屌样子，你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怎么又发胖了啊？少吃点。就是她不去检点自己，她会对你要求很高因为她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啊。如果你去小红书上，你会发现，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我教你们这么搜，你们搜1.63米100斤，或者说1.6米100斤算不算胖？你去搜一下，你看看会搜出来什么奇怪的东西。哇，宝宝1.6米100斤，一点也不胖，太瘦了，宝宝你很美，宝宝你要自信哦，你很美的。1.6米100斤完全不胖，我1.6米我140斤，我都觉得自己刚刚好呢，我的男朋友都不嫌弃我呢，对吧？但为什么男朋友不嫌弃她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男朋友在被嫌弃当中还不了嘴，每天在训呢，已经他妈被 PUA 的他妈的已经变成那个人家说那个变成 M 了啊，真的是变成 M 了，已经被他的女朋友调教成一个任劳任怨的死国男了，已经不知道还嘴了，已经了无生气了啊！你可以试一试嘛，作者会这么回啊，那个女生会这么回，是吗，宝宝？有了你的夸奖，我就更自信了，我也觉得自己不胖。我男朋友还说我胖呢，我这就把这个截图给我男朋友看，我看他还怎么嘴硬。1.6米100斤哪胖了，都是香香的小公主啊，是吧？哪胖了嘛，对不对？你要是但是如果说你健身你胆敢体脂率高一点，女朋友就会说，哎呀，为什么人家小哥哥腹肌那么清晰，有8块，为什么你这看不出来呢？你的健身效果在哪呢？我看你每天都去锻炼，你都练了几年了，为什么看不到8块腹肌呢？哎呀，你不要再练了，他会打压你。我看你每天都工作，为什么你工资还是2万块钱啊？为什么别人那么有钱啊？为什么跟你出去还要打车啊？为什么不能开车呢？是吧？普女都埋汰，互相埋汰，但是正妹就不一样了，因为正妹只要选择了你，她其实已经接受你了，
因为在正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要么就是不屌你，我说句实话嘛，要么就直接不搭理你，看不上你。但是一旦她跟你在一起之后呢，其实她已经就其实等于已经接受你了，她不会再去嫌弃你了。而且正妹也知道这个男人他妈的也是需要疼爱的，对吧？也不能说对他这么要求那么高，他自己会做好自己，他甚至会比你还上进，他会有自己的事业的。很多正妹其实都很能挣钱的据我了解就是6.3分以上一个月没有低于5万的就我说的是工作的哈，而且我说的是大城市，就是大城市已经工作的6.3分以上的女生几乎一个月没有低于5万的，几乎没有啊。就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正妹她能够允许自己不牛逼吗？兄弟，你还在问我正妹为什么这么牛逼？你们有没有想过正妹为什么正？正妹之所以优秀，之所以正，是因为她对自己严格要求，她对脸都这么要求高，她怎么能允许自己住那个60平的房子呢？她怎么能允许自己家里装修很烂，住一个很垃圾的小区呢？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的生活不精彩呢？他怎么能允许自己用的东西不好呢？不名贵呢？所以他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会高的。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好的他也会比较上进。对，就像一个正男一样。但是他们普女不一样，普女自己他妈减肥都坚持不了，还能坚持别的事情吗？普女他妈的连穿搭都没心思学，天天刷他们小红书也不知道学穿搭，天天刷抖音也不知道学化妆，他连最基本的变美他都做不到位，你觉得他还能有别的优点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干货这个是真的是真知灼见。就东亚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中日韩是非常的雌竞的你别听什么女权的那个权的，就是这个中日韩东亚的社会这个底层逻辑还是男权社会，还是女人在疯狂的搞雌竞的。就如果这个普女她连在这样的雌竞社会里面都不能让自己变美变瘦的话，你不用指望她在其他方面有多优秀了。我跟你讲，你不用指望。就我们这个又不是北欧，对吧？又不是说女生也喜欢搞雄竞搞事业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女人基本上都是在搞雌竞的。她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她都不能让自己的脸变好看的话，你觉得她还能在其他方向变得优秀吗？她一定是其他地方更加烂的你不用给我举那种少数个例，那种就还是她自己走雄竞的比较少。我说的是大部分人情况你去看一看。我比如举个例子，如果你跟我唱反调，你说不是，我感觉我身边的女人挺上进的挺努力的那个也只是一个幌子。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雄竞和雌竞并列的社会，是一个真的平权社会的话，我告诉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男人化妆没有人会指指点点，女人会敢素颜出去女人都是素颜出门的。你们回答一下我，是不是路上的女人都化妆？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路上的女人都化妆？所有的女人都化妆，你跟我说这是平权社会？明明化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雌竞的行为是不是？那我自己也化妆你知道化妆是会让皮肤变差的，而且化妆很麻烦，要化2个小时。一个人如果他生活的不是一个雌竞的社会的话，他为什么要化妆呢？而且人都是有惰性的，这个事儿他妈做了又没好处，为什么要做呢？男人为什么不化妆？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雄竞社会就是所有的人都被骗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去欧美社会看一下，他确实有很多女人都不化妆的，而且还有一个可以判断的，就你们去健身房，什么时候健身房的男女比例是1:1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真正的平权社会了。欧美的健身房女的跟男的差不多多韩国其实就差不多了，韩国都是差不多多的，韩国的其实都比较那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女人都不搞雌竞，男人都不搞雄竞的话，那其实你看到男人化妆的也有，女人素颜的也有，对吧？健身房男女比例差不多，
男人在干女人干的事情，女人在干男人干的事情，大家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的，各有自己的追求，各有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说女生出门必化妆。你去邀约一下，你约一个妹子，你说能不能不化妆出门，她肯定不愿意。兄弟们，什么时候你约一个妹子她不化妆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时代就变了，真的叫新版本了，那就是真正的新版本。现在我觉得还是传统版本啊，还是传统版本啊。为什么很多帅哥他其实异性待遇不是很好呢？我告诉你们，因为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呢，本来就是男人不怎么看脸的呀，男人还是看事业的，因为就是一个男权社会、雄竞的社会啊，女人还是比较雌竞的，还是出门都化妆打扮自己的。你男的长得帅，化妆本来就没有女人有效啊，本来就没有女人有用啊，只能说你当然了，你帅肯定比不帅好。我实话实说，男人你提升建模肯定比你邋里邋遢的比你矬逼好，但是你别指望说跟女人是一样的作用，同样都是6分男和6分女，你肯定在异性待遇两性市场里面肯定没有女人强。而且我再举个例子，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一个女人都在雌竞的社会，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女人除了出门都要打扮自己化妆以外，她们还很在意自己的年龄，她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年纪大了，感觉青春没了。但是有些平权的欧美社会就不是这样，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她不会觉得自己青春不在了，她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她走的不是雌竞，她走的是雄竞。既然是雄竞，那不是年纪越大越吃香吗？你们说是不是？如果这个女人走的是雄竞的道路，她在做事业的话，那么理论来讲，她年纪越大，她的事业肯定是越好的，是不是？所以说她不在意年纪。而我们这个老中不一样，女人都是雌竞的，所以很在意年龄。30岁就开始慌了，过了25岁就开始焦虑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还是雌竞嘛。你在一个雌竞社会里面，你还去撩普女，你没搞清楚状况，兄弟。雌竞社会的普女是垃圾，因为她连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她都做不到位。大家都在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变美的东西，她都做不好。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叫考试考好，考到自己一个满意的学校，对吧？大家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就是高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以成绩论英雄。那不看你别的嘛，就看你考的多少名嘛，考的考了什么样的分数。大家都在花时间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如果说他还考不好，那是怎么样解释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确实这个智商不是很高嘛，确实没好好学习嘛。但女人都在搞雌竞的话，她如果把自己搞得很普，她是个普女的话，那还是一样的道理，那就说明你不行啊。你就跟上学在好好学习，但是你还没考好一样，没考好就说明我说的是好好学习的情况下还没考好，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脑子笨嘛，说明你就是不是这块料嘛。那普女也是一样的，在大家都在好好研究变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下面，你还能就这个普样子，你长成这样子，你说实话你很丢人，说明你就其他更一无是处，说明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基因，甚至你的智商、你的情商、你的双商也很一般。那么这样的女生你跟她在一起，一定是得不到任何的成长的一定是得不到任何成长的。好，其实不一定，男人的财富内涵会随着时间增加，理论上讲是一定我们不要抬杠理论上是一定的。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她走的是雄竞的道路，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走雌竞，你肯定是年纪越大越不吃香；你走雄竞，那肯定是年纪越大，你的事业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好除非你都玩了，除非你没搞事业，你就他妈又没搞雌竞，又没搞雄竞，你他妈时间全荒废了，天天打游戏，那当我没说兄弟们。就是你如果去健身，去研究变帅，
那说明你走的是雌竞的道路。如果你去建设自己的事业，你去学习，去提升，去学习工作上面的技能，那说明你走的是雄竞。那如果你他妈又没好好工作，你又没有好好变帅，那说明你这个时间全部蹉跎了啊！而把普女就是这样的人哈，很多哥们天天把普女，就是你就是一个不进步的人，你就是每天都在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你既没有走雌竞，也没有走雄竞，你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社会希望我们普男配普女啊，那你为什么要根据别人的要求去做事儿呢？啊，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让别人来掌控呢？啊，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变得幸福快乐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跟我学习一下，链接一下。我的微信全称是秦魁老吴啊，记住了，秦魁老吴。我觉得男生该怎么走？我觉得走适合自己的，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就比较聪明，就比较擅长赚钱或者说学习的话，那你就走雄竞吧。那你觉得自己底子很好，有个帅哥小胚子，那你就研究变帅，你就走雌竞的道路。但是你千万记住，作为一个帅哥，你最要记住的就是一定不要接触普女啊！当然了，普通人也不能接触普女，就是很多帅哥就是被普女给他妈缠住了，他的脸就被浪费掉了，你们知道吧？正妹他要做的就是不要被普男缠上，帅哥要做的就是不要被普女缠上，殊途同归。当然你们也是一样，不要接触普女。已经扣题了，我今天的这句话就是千万不要撩普女啊，因为撩普女既不能让你雌竞道路一帆风顺，也不会让你雄竞道路一帆风顺啊，你只会越来越后退啊，你只会越来越差，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对，帅哥被他妈普女缠上，那他妈的白帅了啊！怎么把正妹？添加微信啊，添加秦魁老吴微信，我有多年撩正妹的经验啊，可以跟我学习。添加秦魁老吴这个微信号，对啊，因为帅哥不学习，那他妈的也不行啊，帅哥才是更需要学习的，因为帅哥学了之后，他才知道他妈的我不能再浪费青春在这些女人身上了。普男当然也不能浪费时间在普女身上，因为你已经是个普男了，你再在普女身上浪费时间，你还怎么变成一个优秀的男人啊？每天只有24小时啊，每个人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你都他妈浪费在普女身上了，你哪有时间精力花在赚钱上面，花在学习上面，花在健身上面，花在变得更好上面，花到投资自己身上啊？你他妈的都天天跟这些女人叨唠这些散事儿了，天天被这些女人缠着了啊！我之前也说了，普女最喜欢死缠烂打了，因为普女知道自己价值很低，没有什么颜值价值，所以她才会认准一个男人就死死的缠上她。都不认识就去认识嘛！我操！我跟你们讲，聊胜于无，哪怕认识一个两个都比零蛋好，认识一个两个都有机会，一个不认识那是一点机会没有的。雄竞雌竞可以一起走吗？樊公子不就是这样吗？樊公子和我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们看樊公子帅不帅啊？樊公子是不是每天都在搞事业？那不就是雄竞雌竞一起走的吗？我不也是吗？啊？为什么？因为樊公子从来不在普女身上浪费时间。樊公子一个月，比如说樊公子可能半个月都不把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没有正妹的话，他是不把妹的。我也是，我要把这妹子不超过6分以上，我是不会去聊天的，不超过6.3啊，至少照片看起来，那真人不一定，真人我不知道具体颜值什么样子，也有可能我会看走眼。虽然我有多年的这个火眼金睛的经验，但是如果说啊这个女生特别会 P 图的话，我也可能会看错，对吧？就6.3分以上我才会约会啊。公子是如果没有6.5分就不可能见面的，因为公子如果跟一个6.5分以下的普女打交道的话，你们知道少挣多少钱吗？啊，你们知道少挣多少钱吗？啊，不值得，你们知道吧？越是高价值的男人，越是有钱的男人，在普女身上只要浪费1个小时就少挣很多钱啊！
啊，举个这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对吧？我们之前说那个比尔盖茨1秒钟就能挣很多钱，你像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他能跟普女打交道吗？他跟普女约个会得少挣多少钱啊？得错失多少机会成本啊？但是呢，虽然说你们没有这么牛逼，但是你们要把自己定义成未来可能牛逼的男人啊。如果你现在把时间精力都浪费在普女身上了，就会影响你变得更好，影响你变牛逼，影响你赚钱等等。公子开啥车？公子不会做这种事了。买车也浪费时间，买车跟把普女是一样的，兄弟们。买车跟把普女是一样比较无脑的行为，除非你工作要用得到车，比如说你干销售的，你不开个车撑场面，客户不认可你。那你说你如果工作跟这个车买下来不能让你变得更好，不能让你赚钱的话，不能让你变得更健康，不能让你链接正妹的话，你买车干啥的？破铁盒子有什么意义呢？啊，不会买了，不会买了，兄弟啊，不要再去揣测了啊，兄弟，你不了解我啊，你不了解我。奋斗过程饥渴了，想发泄怎么办？就跟正妹发泄啊，兄弟，跟正妹发泄啊，或者自己用手啊，兄弟。你跟普女跟普女发泄，我觉得跟用手没什么区别啊，有区别吗？或者说买个好点飞机杯呗，买个好的飞机杯不就好了吗？哥们儿，不是，那普女他妈的还不如飞机杯呢。你觉得普女比飞机杯好吗？至少飞机杯没味儿啊，没有臭味啊，飞机杯不会发出杀猪叫啊，飞机杯不会他妈的唠叨啊，不会天天死缠烂打呀，不会让你给他花钱请他吃饭啊，对不对？我操，我认为5.8分以下的还不如飞机杯呢，5.8分以上可能才像5.8到6分像充气娃娃，5.8分以下跟飞机杯差不多，6分以上才算个人，才能叫女人，6分以下都不能叫女人，是他妈飞机杯和充气娃娃啊，还不如人，还不能算上人，对不对？别绷不住，兄弟，我说的都是实话嘛，你去试一试，兄弟，你去试一试。你不是说让你用手啊，你试一试，你下次先操个丑逼，你再自己买个好点的飞机杯，你试一试，好吧？你试一试，你看看哪个爽，你去试一试。觉得我在这开玩笑呢，兄弟，你试一试，还他妈把普女当个宝呢？很多傻逼屌丝那个屌丝导师也是天天撩普女，妈的，不说了，不如去好好研究买一个好的飞机杯。先解决数量问题，数量问题那也是正妹的数量啊，那也是6分以上的数量啊，对不对？你吃那么多拼好饭有什么意义呢？啊，你吃那么多拼好饭有什么意义呢？卸了妆都不能看的人有什么意义呢？那能算人吗？啊，那能算人吗？你跟我说数量，那能算上吗？我觉得那算0.1，算0.1个，都不能算一个。你还不如跟你哥们儿去撸串呢，你跟普女打交道，你不如跟你哥们儿去撸个串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培养了感情，说不定你哥们儿会介绍一个还不错的妹子给你啊，有可能啊，我说不一定，对不对？1000个4分不如一个6分，1000个他妈4分也是1000个垃圾啊，他再多他也是垃圾啊，垃圾堆的垃圾堆成山了，垃圾怎么没人住呢？啊，那怎么不见我搞到这没？我操，兄弟，添加一下我微信，哥们儿，赶紧添加我的微信。我操，我是没撩过正妹是吧？赶紧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秦桧老吴啊，好好学习一下，哥们儿，好好学习一下。好，我跟正妹这个你侬我侬的时候，我是不是要直播给你看，哥们儿啊？也直播不了啊，妈也播不了这东西。买个猪肉挖个洞，那倒不至于，哥们儿，那倒不至于啊，那倒不至于啊。没有长期链接，那是因为我不需要啊，哥们儿，你弄清楚，我是有长期链接的实力，但是我没有必要，因为我还要工作啊，哥们儿，我每天要直播，要服务学员，要去提升自己，要学西班牙语，学英语，学日语，要健身啊，你以为谈恋爱不要花时间精力吗？谈恋爱会占据你的时间精力，让你没有时间去做更好的事情的。就算是正妹，她也不能占据我的时间精力啊，更何况是普女呢？哥们儿，不要这个夏虫不可语冰，
不要用你的这个思想来揣度我啊！不要以己夺人啊！就是你得把时间都花在对的地方啊！哪怕是正妹，也不要随随便便长期，因为正妹，我觉得没有8个月以上也不叫长期。其实我跟你们讲，我认为长期没有8个月也不叫长期，为什么呢？因为前3个月是新鲜期，第4个月开始是稳定期，这个时候会面临各种争吵、吵架什么的，这个时候你们彼此会开始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矛盾不断，而到达8个月的时候呢，就会进入稳定期。你谈8个月跟谈2年、3年的难度其实差不多，但是在前几个月往往是吵架最多的时候。所以你跟我说长期，那我觉得至少得1年才叫长期。而这1年，如果我跟这个女人绑死了之后，我又不跟她结婚，那我不就是浪费时间吗？我这1年本来可以撩更多的妹子，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女人绑定在一起呢？你以为我脑子只有他妈1个核桃吗？我是6个核桃啊！何为正妹？多方面的兄弟，足够好的颜值和足够好的家世都算正妹啊，都算正妹。卡威开的有点高，什么意思？卡威开的高什么意思？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兄弟们？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主播下播干啥去？下播他妈的该干嘛干嘛呀，兄弟！该学习的学习，该工作的工作，该撩妹的撩妹，该睡觉的睡觉啊！就是肯定不是他妈发呆吧，肯定不是浪费时间。不是兄弟还在关心空间扭曲，我直播能不开美颜吗，哥们儿啊？你关注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谁他妈直播不开美颜啊，哥们儿？你去抖音上看美女直播，哪个不开美颜呢？什么天天纠结这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我讲的不好，你说一下也就算了，纠结这美颜开的怎么样？我的思维方式跟樊公子很像，他妈都是认识10年的朋友，天天在一起聊天的人，能不像吗？对不对？天天在一起聊天的人能不像吗？喜欢少妇怎么办？高分少妇也可以，低分少妇也不行，凡事都看优不优质，分数高不高啊！先看颜值，后看他妈条件，条件和颜值都不行的话，那就远离，微信都不要加。为什么呢？因为加上去之后还要打招呼啊，还要打招呼，很麻烦。主播跟樊公子滚蛋，兄弟，你给我滚蛋！蔡澜说丑的多，赵莎好看的也来了嘛。蔡澜吃东西是有一套的。你们提到蔡澜想到的是什么？香港才子美食家，他妈的他又不是什么情圣，是不是？他是情圣吗？他说的就对吗？如果想跟我链接的，想学习干货的，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秦魁老吴全拼，情感的情，魁首的魁，老吴就是不用说了。蔡澜我觉得很一般啊，对吧？又不是倪匡，又不是黄沾，虽然都并列他妈香港3大才子，你要跟宇宙不连麦，没谈过朋友，圈子小的女生怎么搞定有思路？你先告诉我颜值怎么样，条件怎么样，好不好，兄弟？你问问题之前先把这个2个数据报一下，把他的收入和他的颜值报一下。你只跟我说的圈子小，如果是个圈子小的丑逼，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今天白讲了是不是？都跟你说不要撩普女了，还问我啊？如果他是个正妹，怎么可能没谈过男朋友呢？所以我大概率可以猜测你这个应该不是正妹，不是好看的，不是优秀的女生。当然也有例外啊，我觉得大概率。5分的北美留学生，哪个学校的哥们儿？是耶鲁的还是哈佛的？是卡耐基的还是那个康奈尔的？是哪一个学校嘛？
是哪个学校吗？具体一点啊，纽约大学啊。那他是花钱进去的还是考进去的呢？啊，是怎么样进去的呢？不过我认为哈，其实就算是学霸，我也想撩6分的。就明明有6分的学霸，又不是没有，对吧？我也不说7分，咱们也不是那么不切实际，说这个学霸还得撩个7分学霸，没有这个话。但是你也不至于撩5分啊，对不对？除非你认识不到了啊，但是你交朋友是可以的，你不要去撩他。我已经说了，不要撩普女啊，不要撩普女啊。而且只是一个学生而已嘛，他未来前路如何，现在还不能盖棺论定呢。很多学霸出来一事无成的多了去了啊！我也接触过很多这个，我接触过什么那个宾夕法尼亚的，对吧？我也接触过这个那个英国 G5的，我觉得也很一般啊，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真知灼见啊，他有什么干货，有什么阅历啊？这东西也，我跟你讲，也不要有学历崇拜。可以有颜值崇拜，兄弟们，可以有颜值崇拜。他妈的妹子正，那他妈确确实实你看了赏心悦目啊，对吧？你丑了看着想吐啊，恶心啊，想吐啊。那好看的看着至少赏心悦目。那你说他成绩好，这东西你觉得他到底有什么用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有用啊。好卡吗，兄弟们？好卡吗？还卡吗？啊，好了，兄弟们，大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哈。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没添加我的微信的啊，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秦魁老吴哈，秦魁老吴，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秦魁老吴全拼，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我什么时候直播，我会发通告的，以免你错过我的直播啊。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我看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的问题可以问啊，都净扯淡了啊，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问题的？秦魁老吴添加一下啊，咱们私底下聊哈。